大家好，我是阿佑。那这台就是明基的新机，国内的型号是 W4000，很多人在今年的广州展上已经看过它的威力了。传统品牌很少会把产品设计成黑色，W4000选用了全黑消光的设计，这也就意味着这台产品的定位就是明基的旗舰。3000流明的亮度，100的 P3 色域，0.65的芯片，电影制作人 HDR10+，镜头位移，光学变焦等等。这个配置在当前这个时间点已经是完全拉满了。之前大家一直想让我对比不同投影仪的清晰度，因为都是 0.47， 拍不出来太明显的差异。那这是 0.47 和 0.65 画面清晰度的区别，对大尺寸而言还是比较明显的。虽然我个人感知差距并不是很大，但从大家的反馈来讲， 0.65 还是要强上那么一些，色彩过渡和衔接也都更加的细腻。这次镜头也给到了6组10片的全玻璃镜头组，虽然规格并没有特别的豪华，但在这个价位和各方面来看，W4000已经是诚意满满了。安装调节方面，有手动垂直60度和水平15度的移动空间，加上光学变焦，可以实现画面无损的移动缩放。那这是它的投影仪距离，2.5米100寸，4米160寸，在家用机中也非常的友好。像我之前使用过的传统产品，想要达到 1.15 的投射比，往往还要加上放大镜或者更换短焦镜头。那这个投射比我是真的不建议再大了，再大就已经不是最佳的观影距离了。W4000最大的卖点还是它的色彩，这次在画质方面，无论是使用 HDR10 还是电影制作人都不会令你失望。HDR10 可以提供主场景的 HDR 色调映射，而电影制作人模式可以让画面的风格精准的按照电影制作者的创作意图呈现。以我目前这么多产品的使用经验来讲，你真的可以永远相信电影制作人模式。明基还会为每一台 W4000 都附带一份出厂校准报告，官方的说法是确保用户最大程度上的开箱即用。我手上这台工程样机的出厂色准也都严格的控制在了3以内。正因为4LED 光衰曲线十分的平滑，所以可以通过传感器配合算法校准不同亮度的颜色。然而汞灯的光衰是凹下去的曲线，所以偏色只能通过专业的校色仪器，一套入门的校色仪器加上软件，基本上也都要大几万起步。论一个产品在色彩上能有多用心，即使有自动校准， W4000 还是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颜色的设置，色温微调、高级色温微调以及色彩管理、肤色调整等等，这么多设置谁看了能不犯迷糊？主打的就是一个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讲了这么多的优点，我们再来讲讲这款产品的缺点。最让我遗憾的是没有使用更高亮度的激光光源，虽然3000流明的亮度已经是非常的高了，但在使用了这么多高亮度的产品后，这个亮度还是让我有些遗憾。 W6000 虽然有上激光光源，但6000的价格也要再贵上那么一点，感兴趣的后面也可以期待一下。设置方面，我们使用电影制作人模式，关闭宽色域，伽马 2.2 HDR 为默认的0档， SDR 下白色画面的亮度为98尼特， SDR HDR 综合白色画面的亮度排到了第18名。 W4000 在白色画面的亮度上其实是比较吃亏的，一部分原因是这台产品的上限是比较高的， HDR 映射曲线以及伽马都可以根据喜好调整画面。4LED 因为多了一个蓝色 LED， 能更好的平衡各组 LED 的功耗，加上产品色准色温都比较优秀，也没有出现白色亮度高色彩亮度低，也就是白色画面傻亮的问题，所以整体画面以及色彩的亮度表现都是比较优秀的。对比度方面， SDR 静态开关对比度为1031， SDR HDR 综合对比度方面排名第13名。那这个数据也是在没有开启动态光源的前提下，开启对比度增强后还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这是明基的一个千区控光技术，通过调整每个区域的伽马，让暗部和亮部的画面都能被同时优化。色彩方面，709的色准一直是明基的强项，那这次明基也终于把 P3 拉到了100，但这也是要在开启宽色域模式的前提下。W4000 和大部分产品一样，因为成本的原因，初始 P3 色域都只有不到 90%，这是因为做了缩线，为了优先保证覆盖的准确。W4000 在开启宽色域后，亮度也会衰减 50%。至于是否要开启宽色域，就要看个人去取舍了。有些人可能会问，会衰减亮度，那么这些宣传100 P3 色域的产品到底有什么意义？一些偏远如果不开宽色域，或者显示不了对应的颜色，画面就会比较容易偏色。刚好有位粉丝想看 GK6 和 W4000 的对比，那我这也算是简单完成任务了。噪音方面， W4000 半米位置的最大噪音在40 dB 左右，这个噪音也还算是可以接受，毕竟
3000流明，整机的重量也只有6.6公斤。W4000同时也支持快速模式和运动补差，这虽然不是它的主要卖点，但我还是想要强调一下。还是那句话，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尤其是对我这种看习惯了高帧率的用户，4LED 带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终于可以用手机平视画面了。对于日常观看的30帧画面，还是很容易出现拖影，尤其是字幕。最简单的就是拿手机拍照试一下，开启补差帧后，即使在看一些低帧率的片源，画面也会非常的丝滑。如果你就是喜欢24帧的电影感，那你可以使用播放器匹配帧率，也可以使用 W4000自带的24P 模式，搭配影院制作人来完美还原24帧的电影感。最后我们再来做一个总结， W4000的定位是一台影音旗舰，就是给追求电影体验的人而设计的，画面非常的舒服，各方面没有明显的短板，产品也完全不挑玩家，同价位能给的东西都给了，这个价位的产品对比度都做不到很高啊，那这方面咱们就不拉踩了。对于3000流明能够满足的用户，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的。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